塔利班当地时间周二表示，他们不再允许阿富汗人撤离。而针对美军从阿富汗何时撤出的问题，塔利班坚持此前给美方画出的红线，也就是8月31号前必须撤出所有军队和人员。对此，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将遵守时间表，但他同时也要求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制定备用计划，不排除未来某一时间改变决定。根据美媒透露，为了跟阿塔谈最后撤离的时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周一赴喀布尔。秘密会见了塔利班2号领导人巴拉达尔。当地时间周二下午，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称，美国正处在8月31号之前撤出阿富汗的轨道上。他承认没有将美军部署阿富汗的时间延期的计划。We are currently on a pace to finish by August the 31st. The sooner we can finish, the better. Each day of operations brings added risk to our troops, but.The completion by August 31st depends upon the Taliban continuing to cooperate. 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重申，所有在阿富汗的美军必须按照撤军协议，在8月31号前撤离，不接受任何延迟撤军的请求。موږ امریکایانو ته بیا پیغام ورکوو چې خپل ټول اتباع په دغه وخت کې وباسي ځکه دوی سره امکانات شته الوتکې لري میدان هم ورسره ده باید دوی خپل ټول ځواکونه او ټول هغه کسان یا قراردادیان چې بهرنیو پر اړه لري هغه وباسي。此前，阿塔方面就明确表示不同意美国延长撤军期限。另一位发言人沙欣周一曾警告，如果超出期限，就将承担后果。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在宣布遵守时间表的同时，也迫于压力公布了他的备用计划。他表示，已下令军方高层准备应急的方案，如果出现必要情况，则调整时间表，不排除他在未来某一时间改变决定，要求美军在阿富汗驻留更长时间。在此前刚刚举行的7国集团领导人紧急视频会议上，拜登也做出了同样的表态。备用方案现在也很难，因为就一个喀布尔国际机场，目前还差7天，后面怎么样，我们还得拭目以待。事实上，最近几天，美方已经加快了在阿富汗的撤出脚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在喀布尔机场，前几天最高时有5800名美军，当前已有部分美军撤离。根据白宫周二晚上发布的最新数字，周二当天，4000名美国护照持有者和他们的家庭搭乘飞机离开阿富汗，预计还有数千人等待撤离。而美国从14号开始，已撤离或协助撤离了约70700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周二声称，这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运行动是成功的。至于目前还有多少美国人滞留在阿富汗，美国并不清楚。As we've said, this is a dynamic number. We're working hour by hour to refine and make it precise.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I expect, will have an exact update on that tomorrow. 按照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的说法，8月31号的时间够了，美国人有足够的时间离开阿富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盛顿邮报等美国媒体周二报道的一则消息也引发关注。报道称，有2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周一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阿塔领导人巴拉达尔举行了秘密会面，这是自塔利班控制喀布尔以来，拜登政府和塔利班之间最高级别的会面。按照这2名美国官员的说法，两人的会谈可能涉及8月31号前撤军的事宜。实际上，在撤离阿富汗的过程中，拜登政府一直与塔利班人员在阿富汗和卡塔尔保持定期接触。据称，伯恩斯和巴拉达尔的这次会面就是在拜登的指示下进行的。至于伯恩斯与巴拉达尔见没见，谈了什么话题，是不是重点谈了撤离时间表，美国中情局则拒绝向 CNN 置评。随着从阿富汗撤离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美军如何处置遗留在阿富汗的武器装备也引发关注。五角大楼周二证实，目前部署于喀布尔机场的美军部队在撤离行动结束后，可能会销毁任何无法带走的武器装备。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明确表示，如果需要销毁留在喀布尔机场的装备，那就这么做，我们会适当的这么做。至于美军部队可能被迫销毁什么装备，以及他们会如何销毁，科比没有做出详细说明。纽约时报周一就报道称，在上周美国大使馆关闭时，一款型号不明的防御拦截武器已经被销毁，多型轻型装甲车也在报废后被遗弃。报道认为，不难看出，宝贵的空运能力将被用于人员运输，而不是装备运输。例如，一架直升机会占据 C-17运输机的整个货舱，而该机如果只是运送乘客，将能搭载数百人。此外，作为今年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英国，周二与7国、北约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长一道，就阿富汗局势举行了视频特别会议。会后发表的声明说，我们对阿富汗的局势严重关切。前英国等国已向拜登施压，呼吁其延长8月31号的最后期限，以便各国人员能够安全撤出。
尽管拜登强调仍然致力于8月31号从阿富汗撤军，但是 G7 国家之一加拿大已经表示，已经做好准备，让其军队在8月31号后继续留在阿富汗。那么，美媒报道，中情局局长伯恩斯23号在喀布尔与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举行秘密会面。那您对此有何分析呢？中情局长秘密飞到喀布尔与塔利班领导人会晤，说明伯恩斯这次是扮演了灭火队长的角色。当下，美国在阿富汗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就是从喀布尔撤退，至少不要那么狼狈、那么仓皇。眼前的困境就在于塔利班一夜之间控制了阿富汗全境，拿下了喀布尔，让美国的撤军计划完全被打乱。实际上，现在喀布尔机场是美国在阿富汗的最后的据点，美国的撤退能否顺利，基本上取决于塔利班要不要给予配合。因此，伯恩斯到喀布尔密谈的核心的内容，大概率就是希望塔利班给予美国一定的时间的宽限，让美国及其盟友有更多的时间从喀布尔机场撤离。但是从双方事后的表态来看，伯恩斯似乎没有完成这样的任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如果美国要延迟撤离，必须征得塔利班的同意，因为他们控制了喀布尔。这是一个现实，所以要完成任务，就需要跟塔利班进行接触。塔利班的发言人沙欣则通过英国的媒体表示说，如果英美要延迟撤离的期限，那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是一条红线。这进一步说明美国和塔利班之间就撤军的日期是有约定的。现在美国要延迟，那等于违约。设想一下，美国军人逾期不走，这关系到颜面和主权。从所谓的喀布尔陷落到现在争取撤离的实现，拜登政府陷入了极大的被动。美国现在是在加紧撤退，而没有考虑到盟国的状况。对于这一点，北约盟国普遍失望，甚至是愤怒。20年后，拜登承诺与盟国共进退，但是在撤军过程中，拜登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又有什么差别呢？即便是英国所看重的英美特殊关系，在这场行动中也没有任何的表现。拜登只想在8月31日结束这场政治和道德上的双重失败，而没有也不想顾及美国国内以及盟友的要求。从喀布尔能够看到，拜登说美国回来了，但只是说说而已，行动上依然是美国优先。